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在我面前是一棵枣树，但是两个品种。左边呢是梨枣，是我的当家品种，我种了有10多年了这个品种。右面呢是我今年刚换接的冬枣品种。今天跟大家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枣树的生长速度，因为经常有人会问我的枣树都已经3年了、5年了，还是这么大一点，是什么问题？第二呢，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梨枣和冬枣在外形还有生理上就现在来看有什么特点？因为网上关于冬枣的资料确实不多。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关于枣树生长速度的问题。我这几个冬枣的枝子是我4月16号出的视频，那当时是3月26号嫁接的，当时一共嫁接了4个枝头，4个节穗吧，就说在这一个主杆枝子上面，在这一个上面嫁接了2个枝子。我们看这2个枝子现在都还存活着，这一个，这一个，然后在那个主杆枝子上面呢，也是嫁接了2个，当时2个都存活了，但是后来当长到大概30-40厘米的时候，有刮大风，把其中的一个节穗给吹断了，所以就牺牲掉一个枝子去了。但是为什么后来看我这里打的贴桩，就是把这个嫁接的枝子把它保护起来的，这个也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我们现在来看，我这个嫁接的枝今年从3月26号嫁接到现在，今天是9月29号，整整是半年时间吧。我们看这半年时间这个生长是多少？我们用个尺子拉一下，也可以看见从这个嫁接口到这个枝的顶端，已经是41个英尺，也就是说有1米。这是长得最快的一个枝子。那另外2个小一点的枝子呢，也是至少有半米以上，所以生长速度是很快的。当时我这个视频的下面有个网友问说，你这个嫁接的2个小枣头，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像这边这么大的枝子呀？大家看，经过半年之后，这边是冬枣，这边是有4-5年的年龄的这个梨枣，它已经差不多有它1半以上这么高了，可以说明年再1年，它就能够达到它的高度。可见这个生长速度是很快的。假如大家的枣树到下面3年5年都还是生长得很缓慢的话，你真的就要检讨你的土壤环境是不是适合种枣树了。请大家参见我前面有个视频，就是你家里适合种枣树吗？这么一个视频，跟你的土壤环境还有这个水肥这些是有关系的，光照环境。第二，我今天就想近距离和大家比较一下这2个枣树它的枝叶有什么特点。首先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冬枣你看它这些叶片是一个呈卷曲状的，经常给我感觉就好像它是缺水，这很明显，这种感觉是不是缺水的这种症状？但是跟它在同一个植株上面的，我们看这个梨枣，这也是今年新发的一个枝子，它上面确实长得绿油油的，一点都没有缺水的症状。那在网上呢，我也发现关于冬枣的唯一的一点资料，就是说我们到网上来看一看吧。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有一个中华红枣园 ChineseRedDate.com， 这个网站有介绍不少的红枣品种。
大家有功夫可以上去浏览浏览。我的冬枣的节穗也是从这个红枣园买的。这个网站虽然没有介绍冬枣这个品种，但是他在介绍这个 Amerizao Sandia 这个品种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品种和冬枣有相似性，它有这种 curly leaves， 就是卷曲的叶片。如果我们把这个其中有一个图片打开，一点开你看，还真的是它这个叶片卷曲和我这个冬枣还是蛮相像的。这个和网上介绍的也是一致的。就是它这个叶片是有些这种卷曲，呈卷筒状，当然也是老的叶片是这个样子。那它新发的叶片呢？新发的叶片，也有这么一种卷曲的，这种卷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看我的另外今年嫁接的2个小枣苗。我们看这里有一棵，这是我一个单独给它嫁接的，因为看它这个叶片呢，老是这么卷曲状，我总是以为它缺水，所以呢，经常还是在不停地给它浇水。你看这个土壤基本上一点都不缺水，土壤还是湿润润的，所以这就是它这个叶片形状。那当然，它这个叶片形状肯定会影响它的光合作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果子就比其他的要小。再来看我这里一颗冬枣。这也是今年春天嫁接的一棵小枣苗，它的叶片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可见这个冬枣啊，它就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这种叶片呢呈卷曲状。我们说它这种卷曲的叶子可能会影响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影响果实的大小，所以它的果子呢是小圆形的。当然，我这个是今年刚嫁接，还没有开始结果，但是呢，树上也挂了有一个果，我当时也把花也没有给它摘掉。我们看看这有一个小果子，应该是也是成熟了吧？这已经开始裂口了，所以应该成熟了。我们品尝一下，哇，味道是相当的好，相当的不错，清脆，可口，然后甜度很高。所以它这种小果子，我这个梨枣上面现在没有果子，我们可以跟旁边的这一颗，它这个果子的大小可以跟旁边的这种陕西梨做一个对比。陕西梨和梨呢是近亲，所以说是大小都差不多的。我这陕西梨夏枣已经摘完了，这上面呢是又发了一发这个叫秋枣之类吧，也就是在秋天成熟的。我们看这个果子多大，这个果子和我刚才的这个冬枣相比，但我这个冬枣今年算是不成功的一个冬枣了，因为这是在基部结了这么一个，所以应该还是比这会大一点。但是呢，和这简直不能比哈，和这个陕西梨。而且我们看我这里还有一颗，这里还有一个陕西梨。这个枣，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果子就像一个小西红柿，看到没有？看我拿在手里这，就像个小西红柿那么大。所以陕西梨呢，它的果子是比较大的，属于大的品种。有的网友说陕西梨的味道不好，我倒不觉得，可能跟种植的环境有关系吧。在我们这里，在美国南部，它的口感还是不错的，它的口感跟梨枣没有什么区别。我当时种它也只不过是好奇，其实就品种来讲，它跟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它的叶面特点，还有它果实大小，冬枣和梨枣的区别。当然，冬枣在果实方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成熟期会比较晚，跟这个梨枣的夏季的果实一般都是7月份就7月底8月初收获的，但是看冬枣呢，它会到9月底10月初，所以这个为什么它叫冬枣呢？那我今天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是我种了10多年枣树从来没见过的，就是我的冬枣上面发现了一种死叶虫，就是一种昆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枣树上面有什么虫子。
这个大家看看呢，这很密密麻麻的，他们就吃这个叶片的这个叶肉部分，吃过了之后呢，这个叶片就成为一个透明的网状了。我们把这些虫子把它磨死。这个我以前从来在陕西在梨枣上面从来没有见过说有虫子危害，啊，在这里呢我已经发现有好几片叶子被它这样危害了。你看这个叶片从地下捡起来了，被它危害之后，这个叶片就成透明状了。假如我们对到光里看，这个叶肉全部被它吃掉了，就剩下一层膜了。所以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假如说量很大。那量很大，那就要打药了。所以这是我发现了冬枣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有虫危害。这种情况。还有这一块位置有不少了，这一块位置不少。所以假如是要种冬枣的话，那这一点我们是要注意到的。跟蚜虫一样，假如早期就是几片叶子有，那你就用手把它摸掉就好了。差不多这个枝子上面，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所以这个是很讨厌的。就是种枣树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你不用怎么打理，它没有什么病虫害。但是这个冬枣现在冒出有虫害，这一点让我还不是很 happy 的。我去看吧。我现在还只是说在这棵枣树上面，这边一半是冬枣，我还没打算说把它全部换成冬枣。第一是保持多样性，第二呢也是看看冬枣究竟有多好。那据网上介绍，冬枣现在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宣食藻类之一。我们看吧，明年再跟大家汇报。明年等它大师结果子的时候，再汇报这个冬枣的味道啊、口感呐这方面的东西。当然，从我刚才摘的那一个果子上来看，确实不错。好像要比梨枣要更好吃一点。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